哇，真的有走进桃花源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苗栗县西湖乡金市村，造访这里著名的龙王峡谷。这处峡谷虽然峭壁只有10-20公尺，不过这里被发现了很多海胆化石，见证了台湾岛从海底隆起的地质历史。不过这里并没有公车可以抵达，如果开车或骑车前来的话，可以导航无极灵虚宫。到达那里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指标，继续往前100公尺就可以抵达这里。龙王峡谷有3个入口，左侧这里是3号步道入口，我待会回程会从这边回来。现在走往前面的2号、1号入口。哦，这边有简介。龙王峡谷，100万年前的海底龙宫，地球造山运动的痕迹，丰富的地质生态宝地。上面的照片就是这里发现的主要3种海胆化石。哦，这里有食品。这都是这里找到的海胆化石。数量非常的多，不过现在应该已经比较难找到了。右侧的民宅是鲁南堂，是周姓地主的家。小黑，你要跟我去吗？刚一来他已经跟我讨了半块面包了，走，我们一起去。来，小黑你走前面。前面是1号步道入口，然后左侧这里是2号步道入口。从2号进3号出是小圈路线，那1号进3号出就是大圈路线，绕一圈差不多1个小时。龙王峡谷龙洞支流探险步道。龙洞峡谷位于龙洞溪支流的溪谷，非常泥泞，所以建议要来走这里的话，一定要穿雨鞋，不然的话会走得很辛苦。小黑往回走了，小黑，哦，误会大了，我刚刚一面撞上蜘蛛网，赶紧挥动登山杖，不料小黑误会了，以为我在驱赶它，然后就回头跑掉了。换也换不回。现在才上午8点钟过后，所以我应该是今天第1名游客，就要比较辛苦的注意有没有蜘蛛网。沿途指标很清楚，也有警示：河道探险，谨慎前行，安全自负。这次周姓地主很热心的架设绳索，以维护步道安全。现在走往溪谷了，山径一路下行，大约走了7-8分钟，下面那里就是溪谷了，指标很清楚。我现在就跟着指标取左行。这是断桥遗迹吗？啊，没错。这里曾经有一座桥跨越溪谷。大略看了一下，山壁并没有发现海胆化石。听说早期在溪里面就可以捡到海胆化石。
现在进入最精华的路段——龙王峡谷。这边的岩壁有最原始的钟乳石雏形。哦，这是大概将近10公分的钟乳石。还好今天穿长筒雨鞋，很轻松的涉水而过。这里有倒木，不过不难通过。这一段峡谷更狭窄。哇，真的有走进桃花源的感觉。整个溪谷其实是蛮平坦的，前面的水比较深，可以从这边绕过去。哇，这边的峭壁像是被刀子削过，非常的平整。这边有警告标语：岩壁上化石，不要用工具挖，谢谢合作。不过我已经没有看到什么化石了。如果还有，就让他们留在岩壁上，让后来的旅人可以一路欣赏。河床上脱落的可以捡，禁止使用任何工具挖。左侧这里是2号步道入口，所以如果走2号步道的话，绕小圈可能就会错过我刚刚走过的那一段峡谷景观——布莱恩新型海胆化石。好，继续前行，走往3号步道。这里有个水泥槽。可能是早期储水或是取水之用吧，已经荒废。前面可能有深潭吧，旁边有小径，可以拉绳小心通过。今天水潭的水不深，穿雨鞋可能勉强可以走。不过走到这里，要爬上来就不容易了。前面这里是1号步道的终点，从这边左岔路接3号步道。哦，这里有水泥圆筒。所以刚刚溪谷的水泥圆筒作用应该是相同，是取水的设备。这边过去其实还有路，哇，这河床非常的平坦，有点像平溪古道的水路。我现在进入3号步道，就开始往上爬。我抵达3号步道的出入口了，这样环绕一圈还不到1个小时。哎，小黑，你错过龙王峡谷了。这样环绕一圈差不多1.1公里，算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条健行路线。在台湾，如果这种等级的峡谷，往往是要千辛万苦的溯溪才能抵达，
不过这里是非常容易造访，峡谷也非常的壮观，推荐给大家。不过来这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先前就曾经发生过游客在峡谷中摔倒，还要劳驾救难大队来救援。那我今天的龙王峡谷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蜈蚣雀兽路，小黑你不觉得有点惭愧吗？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龙王峡谷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